来，老穆，你的鱼给女儿好好补补啊。谢谢强哥，走了啊。慢慢走。刚来啊。爸爸，你以前是不是很厉害呀？那当然了，那年啊，爸爸双手插兜，不知道什么是对手。起来吧，大哥，你真的要走吗？大哥，这些年你带领花国在精锐的部队天龙军镇守边疆，兄弟们跟着你出生入死，立下战功无数，真的要说走就走。阿成、小新，你们还年轻，更需要锻炼的机会。店主的位置做了这么久，我这个当大哥的也应该功成身退了。来，听好了，从今日起，高成就是天龙殿新的店主，你们要像服从我一样，服从他的命令。是。5年了，终于回来了。恭迎天龙战神。五哥，小新，不对，现在应该叫你天龙将相了。二哥，不好了，咱爸走了。走了？之前不是还好好的吗2年前，爸被人陷害入狱，等我去探望他的时候，他们说爸意外触电身亡，已经火化了。还有这种事？应该是赵家搞的鬼。二哥，咱们是不是应该找大哥回来了？大哥自从退位之后，音信全无，是时候找他回来主持大局了。这5年来，我一直在打听大哥的消息，终于有点眉目了。他们说，有人在天海市见过大哥。真的是大哥。出发，立刻备车去天海。妈，我都已经嫁给高强了，你怎么能让我再去嫁给唐爷呢？啪！你个臭卖鱼的废物，有什么好的？你现在马上去跟他把婚离了！我想我就生气，你赶紧给我把那小雷子送走，重新找个人嫁。妈，月月可是你的亲外孙女儿啊！我可不认那个小贱种。婷婷，你还年轻，你给唐爷再生一个也不难呀。这个唐家已经跟我承诺过了，只要婷婷改嫁到唐家，唐家就跟我叔家签一份利润上亿的合同。至于月月嘛，可以做唐家小孙子的童养媳。爸，这月月还小，这唐家的孙子啊都上中学了，这爸是不合适吧？丁原，月月身上也流着叔家的血，你怎么就忍心呢？住！这里还轮不到你说话。唐家已经跟我联系过，他们的人今天就要接走月月。老爷，唐家唐虎到了。去，让他进来。卢总，别来无恙啊！哎呀，唐总，大驾光临，欢迎欢迎啊！来来来，走走走。给唐总来一杯上好的龙井。哎，不用了啊！我今天来就有一个目的，就是把舒小姐跟月月带去。这是合同，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咱就签字吧。哎呀，好啊！哎，我怎么没有看到月月啊？孩子可能在外面玩呢，去孩子那边。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，我是不会跟你走的。死丫头，你疯了！大逆不道，你知道它的价值吗？你撕掉的可是几十个亿啊！还快跪下道歉！堂哥，表姐她不懂事儿，你也别太在意了哈。你们舒家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唐家的人以后不用来了，从此以后我不想再跟唐家扯上任何关系。完了，这个畜生根本不把我们放在眼里啊！哎呀，唐总真是对不住啊！我这小孙女她从小就性格倔强，但您放心，我这就派人把她抓回来，就是绑、
也要把他绑到女人府上。在我们天海市，没有我们唐家拿不到的，就算天上掉个钢镚儿，那也得姓唐。告辞。妈妈，月月，饿不啊？月月不饿。真乖，走。好吃。今天怎么有空过来啊？唐家的人早上来家里了。家里安排的呀？唐家在天海的势力那么大，我们家也只能当菩萨供的。要不咱们还是走吧。妈妈，月月不想走。嗨，没事儿，我是卖鱼的嘛，什么风浪没见过呀？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没事，月，咱哪儿也不去啊。唐爷好，唐爷吉祥，恭喜发财，恭喜发财！嘿呦，这不是停停吗？怎么还让我八抬大轿抬你不成啊？兄弟，老子之前跟你爷爷可说的好好的，可是我听我弟弟唐虎说今天早上接你没接到呀，解释解释。唐爷请回吧，我有自己的家了，我也很幸福。幸福？就是这个臭卖鱼的。你不许这样说我爸爸。唐爷，失敬失敬。你就是婷婷那个废物老公啊？谁让你在这摆了鱼摊？唐爷，我都在这市场卖了好几年鱼了。管理费交了吗？交，我每年都按时交，这不今年还没开始收吗？100万，拿出来。100万？唐龙，你疯了？唐爷，你看咱这市场每个月管理费50，这一年就是600。你要是要100万，我一年卖鱼都卖不了这么多钱。少他妈废话，交不出来就滚蛋！唐爷，通融一下。老子稀罕你这点破钱呀！我告诉你，今天就算天王老子来了也100万，拿去。现在是1000万。你这不是坐地起价欺负老实人吗？我就是欺负老实人，怎么着？阿强，我们走，这鱼我们不卖了。哎，你等等，我来解决啊。唐爷，你宽限我几天，这钱我一定凑齐了。宽限你？我告诉你，老子可没时间陪你在这慢慢玩。兄弟们，把鱼摊给我砸了！我看谁敢！哥，天海这2天变化越来越大了。可惜，马上就要变天。两位大人，已经找到上一位店主的位置，就在城南老菜市。好，马上出发。哟，这唱的是哪一出呀？为了这么一个废物，不值当呀！像你这样的美人儿，嫁给他可惜了。不是这样，你来别墅伺候我，我保证你这辈子呀，吃穿不愁。想得美！臭婊子，给你脸了是吧？打女人可不对，尤其是打我的女人就更不对。废物，还他妈想英雄救美，真是死性不改啊！看来是时候给你一点教训了。给我上！爸爸，月月，舒婷，放开我！你很能打吗？我告诉你，出来混，讲究的是实力。把这个小骚货给我带回别墅，我今天晚上要好好享受享受。你给我放了他们！我可给你拼了！是吗？你动我一下试试！禽兽！你快放开他！我数3个数，把你手里的刀给我放下，要不然插死这个小杂种！1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了，我求
2。就凭你，还想跟我斗？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重，你个臭卖鱼的！到底要干什么？想干什么？想干你老婆？多行不义必自毙！你这种人，迟早会付出代价的。都这副模样了，真嚣张！老子给你好好补一补！够了！我跟你们走，你放了他。放了他？怎么可能啊！畜生，有什么本事冲我来，放了我老婆和孩子！放了他？我想想，要不这样吧，你从这里钻过去，怎么样？我立马就放了他啊！欺人太甚，劝告你适可而止。你还真是不见棺材落泪啊！让他跪下，听到了吗？还不快跪下！跪呀，跪呀！你这个贱骨头还真是够硬啊，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我这拳头硬。爸爸，没有吃饭啊，一点力气都没有啊！想死是吧？我就成全。用力呀！妈的，一个臭卖鱼的还挺结实。等着，老子他妈歇会儿再闹你。你个废物，你他妈笑什么？你有没有听说过什么叫归师无恶，为师一却，穷寇勿迫？说什么玩意儿？难道你不知道，当你遇到被逼入绝境的敌人，一定要适可而止，否则他们就会垂死挣扎。小子，别以为自己读了几本破书就他妈装的人模狗样。你他妈什么档次？跟老子看一样的。给我砸！把摊子给我砸了！你做生意的地方都没了，你还笑不出来？难受的事情还是看得太少啊，看得多了，习惯了。我看你真是不见棺材掉泪了。每个人都会犯错，迷失在罪恶的深渊里，只要你能迷途知返，就还不算太晚。我现在就带你进深渊。服不服啊？这算什么？不是吧？啊！不要！阿强，没事吧？唐爷，我求你了，我求你，你放过他吧，这样下去会出人命的。婷婷，想让我放了他？好，把衣服脱光了，我立马就放了他，怎么样？啊，我脱。月月，把眼睛闭上。继续给老子脱！老大，快跑！谁干的？天龙战神，天龙教星。大哥，你没事吧？胆敢对大哥动手，一个不留！大嫂，照顾好大哥。老公，老公没事，不哭。
上！二位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。谁借给你的胆子，敢在这儿嚣张？都是我弟弟指使我干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这就回去。大哥，要不要杀了他？我还不想暴露身份，给他点教训，让他长长记性。是。你给我听着，以后不许打我老婆和女儿的主意。还有，给我立刻滚出天海市，不想再看见你。小的这就照做，还不快滚！走。说我没用，让你们受委屈了。今天多亏你们来及时。大哥，你好想你。好了，哭什么呀？今天是我们三兄妹团聚的日子，应该高兴才对。妈的，我怎么养了你们这群废物？老大，咱不能就这么跟他算了，咱不是还有靠山吗？妈的，对呀，我怎么把他给挖了？喂，孙叔，我是小唐。什么事啊？我在外边让人给欺负了，您可得给我做主啊！哪种我没有看出人呢？什么人这么大胆，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？就在老街菜市场，我还报了您的名号，他说要连您一块给收拾了。岂有此理！不可想到。爸，孩儿不孝，没能见上你最后一面。大哥，节哀吧。大哥，这些年兄弟们都很想你，要不你还是回来主持大局吧。我已经厌倦了刀尖上舔血的日子，我现在就只想做一个普通人。小程、小新，你们一定要给爸报仇。你还敢回来？你真不想活了？我看不想活的是你们吧。我的靠山已经到了，你们就等死吧。是谁这么不要命的啊？敢在太岁头上动武！孙叔，您可算来了。孙叔，就是他打了我。怎么，居然是你们？少爷、小姐，老奴找你们找的好苦啊！老人家，你是太婆？二少爷，是我呀。大少爷，老奴找你们找的好苦啊！太伯，您怎么变成这副模样了？甚至连声音都变了。说来呀，话长啊。孙叔，他们是什么人啊？哼！瞎了眼的狗奴才，你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！少爷，这个狗奴才他怎么招惹你们了？那你就让他自己说说，他干了什么好事？你可别血口喷人啊！孙叔，我才是被欺负的那个呀！你砸了我大哥的鱼摊，打了我大哥，还要抓走大嫂。什么？真是岂有此理！孙叔，你可别听他们胡说八道！大胆的狗奴才！竟然对少爷如此的不敬！来人，给我把这个狗奴才往死的打！孙叔，不是我要来菜市场闹事的，都是周家让我干的。说什么？周家人？我不知道这里是少爷您的地盘呀！我要知道，打死我也不干。是周家指使我干的，而且给了我5000万。少爷，怪我，都怪我贪心，我以后不敢了。以后
我就是少爷您的一条狗，您让我干什么啊？我就干什么。少爷，小姐，这个狗奴才留还是不留呢？养一条狗也不容易，那就废他一条胳膊。谢少爷，谢少爷饶命！你这条狗命也不是白留的。第一，必须把我的鱼汤恢复原样；第二，明天去我家登门道歉。是，奴才一定照做。等道完歉之后，给我马上滚出天，不要让我在天海看见你，否则的话，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，听明白没有？明白了，奴才一定按照少爷的吩咐去做。还有你们，以后不准跟着他混了，明白吗？是。少爷，小姐，跟我走吧。太伯，这些年你……说来呀，话长了。当年老爷早就有了预感，意识到高家将要大祸临头，于是提前转移了一笔钱到了国外。后来，老爷，高家被陷害，老爷身边的宗臣全部被清算，我也被废了一条腿。我逃到了国外，做了整容手术，也改变了声带。太伯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改名叫孙池长，用老爷提前留下的那笔钱，以华侨富商的身份，重新回到了天海市发展， OK， 成立了现在的池长集团。这么说，当年对我们高氏集团动手的周家人也有份？有周家一份。当年是哪些人参与的？我可记着呢。大哥放心，我要让他们血债血偿。就算是高高在上的赵家，我也灭了他们。大哥，到了。好，那我先回去了。有事儿随时联系我们。哎，大哥，以后照顾好自己和大嫂，别再让我们担心了。知道了。你终于回来了，身上伤怎么样了？没事儿。你们这是在干嘛？爸爸，我们要搬家了。妈妈说我们要搬到另外一个城市去。今天你们打了唐龙，他肯定不会放过我们的。这地方是住不成了，咱们先搬到别的地方去躲一段时间。以后就没必要怕那个唐龙了，他自然会来登门道歉。对了，今天打唐龙的那2个人为什么叫你大哥啊？呀，别问，也少打听，对你好。闭嘴！你还嫌把我们家害得不够惨啊？你知不知道唐龙在天海市的势力？高强，你现在是月月的父亲，你不仅要考虑你自己，你也要考虑月月的安全啊！真是一个臭卖鱼的废物，尽不到一个父亲和丈夫的责任。愣着干什么呀？赶紧去收拾！好，收拾。这么早，谁会来敲门啊？不会是韩家人找上门来了吧？我去开门。舒先生、舒夫人、舒小姐，我是唐家的唐总。唐总，是这样的，我今天是特意过来道歉的。昨天手下喝的有点多，没控制好情绪，失手冒犯了舒小姐还有月月。那个童养媳的话是开玩笑的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我已经惩罚过他们了。唐总，来，你快坐。唐总，既然是误会，赶快起来吧。为了表达歉意，我给大家带了一些礼物，希望各位能笑纳。这里是百年人参，还有翡翠手镯啊，还有最新款的等离子电视。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们不能收。是啊，唐总，这些礼物太贵重了，我们可收不起啊。这些礼物都是我一点心意，你们要是不收，我就长跪不起。爸妈，
舒婷，这唐总那么有诚意，要不这样吧，这翡翠手镯还有人参，咱们就收下，电视咱们就不收了吧？啊，那行吧，你就别跪了，赶快起来吧。好，那我就不打扰各位吃早餐了，那我就先告辞了。哎，别急呀，唐总，一起留下来吃呀。啊，不，奇怪，他为什么这么道歉呢？哎，你们昨天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这唐龙他，我劝他改过自新了。你还有这种本事？你想啊，这唐龙他原来底子就不干净，他现在的身份已经洗白了，这事情万一闹大了，引起舆论，那肯定会影响他背后的势力啊！真到时候他背后的势力恐怕也保不住他。好了，管他为什么道歉呢，反正这事情就这么过去了，咱们也不用讨论，赶紧吃饭吧。进来。舒总，唐家的唐经理求见了。让他进来。舒总，好久不见呢。唐经理，快坐。上一次的事实在是对不住，我已经让他们一家搬出了天海市，您呐千万别介意啊。哎，哪里的话，我哥说了，我们唐家还要跟舒氏集团扩大合作呢，这不给你带了2份合同过来。哎呀，唐经理，我这就让人把婷婷给您送到府上。不用，我哥说了，夺人所爱的事儿，我们唐家人不会做。舒婷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，这2份合同就当做回报了。这个婷婷啊，真是给我们舒家立了大功了。通知下去，让他们把这些年克扣的分红全部发下去。哦，对了，今晚的家宴也让他们一起来参加啊！怎么样，我这领导？切，作为舒家的二儿子，这几年了就分了那么一点红，你在那瞎激动什么呀？信不信你大哥的儿子舒明都比你占的股份多？更别说是你大哥了。妈，你别说罢了，能拿到手就不错了。咱们啊，有了那些钱，不也可以换个大点的房子吗？哇，我们住新房子了！妈妈，等买完新房子以后，能不能给月月专门有个房间放玩具呀？好，给你留一间。妈，咱们家宴带高强一起去吧。婷婷，你忘了你爷爷之前说过的话了吗？不让你带这个窝囊废去舒家。老爷子根本就不喜欢他。再说了，你们那一家子人嘴巴那么毒，再把他嘲讽一番，那与其让他在舒家去丢人现，还不如让他在家待着人。那高强，那你就别去了，那冰箱里有剩菜剩饭，到时候拿微波炉热一。如果不让爸爸去，那月月也不去。爸妈，高强现在是我丈夫，咱们是一家人。如果咱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，那别人怎么看得起咱们？那要去，咱们就一家人一起去；要不去就都不去。看着我干什么呀？你自己决定吧。行，哎，都去啊！那走吧。高强，我希望你进去之后最好别说话。知道了。杨管家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杨管家，是老爷子让我们来参加家宴的，你这样拦着，信不信我告诉老爷子？别拿老爷子来压我，老爷子是让你们来参加家宴，你们其他人可以进去，但这个废物姑爷不行。杨管家，高强是我丈夫，也算得上是舒家的一份子啊。就凭他也配了？我实话告诉你们，老爷确实没有明确交代不让高强进门，但是我们做下人的得为主人分忧啊。我让这个臭卖鱼的进去了，那不是脏了老爷的眼。杨管家，你信不信我现在就打电话告诉老爷？你打呀，我不怕。我只是不让这个臭卖鱼的进去，并没有说不让你们其他人进去。而且就算老爷知道了，没准他不仅不会骂我，还会夸我懂事。好了，婷婷，别生气了，大不了我走就是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林少爷，老爷不喜欢这个废物姑爷，所以我意思让他在外面吃饭，做小孩那桌。今晚舒雅要带男朋友过来，让他做小孩那桌，算怎么回事？
算了，感兴趣。好嘞，几位？什么？爸，大哥，老二，怎么把这个废物姑爷也带来？对咱们舒家一点贡献都没有的人，也配参加家宴？哼！爸，那我就再让他滚出去。爷爷，高强是我丈夫，也是舒家的一份子，应该可以参加家宴吧？行了，这来都来了，就让他们留下。爷爷，舒雅带着她男朋友徐公子来了，快，让他们进来。爷爷，这是我跟你提过很多次的那个谭昌，这是给爷爷。爷爷，知道您爱喝茶，这个呀，是我托人从武夷山特地带来的铁罗汉。谭超这孩子多懂事儿。这位是？这位呀，是我堂姐舒婷的丈夫高强，接菜场卖鱼的。哦，怪不得老远就闻了一股臭鱼腥味儿。哎，你想不想到我公司工作？我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。哎，你什么意思啊，高强？那你能帮我找到一个什么工作呀？凭我家的人脉，你要什么样的工作，我都能给你找到。最重要的是，你有什么能力？就不劳徐公子费心了。高强以后有时间会来我的医馆帮忙的。二叔，你还守着你那个破医馆呢？你二叔啊，除了看病什么都不会。他不守着那个中医馆，你让他干什么？让他来管理公司，他也不会呀。二叔啊，你自己没能力也就罢了，还得把姑爷一块搭进去。现在的中医馆一年能有几万利润啊？谁说中医就没有前途了？中医治疗讲究阴阳相随、天人合一，一群无知之人根本就不懂得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中医有多博大精深。岳父，你要是相信我，就把医馆交给我来打理。1年时间，我会让您的医馆开满整个东南地区；3年时间，我会让它成为全国驰名的连锁中医馆。高强，你是猴子请来的逗逼吧？你是不是在做梦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舒家祖传的医馆传男不传女，所以啊，你还是赶紧求求徐公子，给你安排个工作。高强，只要你求我，我保证给你安排。那倒是不用了，过段时间我就会接手一家跨国集团。那请问你接手的是哪家跨国集团呀？池昌集团。高强，你知道我爸是谁吗？不知道，也没兴趣。我爸呀，现在就在池昌集团任职，他现在担任的是池昌集团的高层管理。这身份可不简单。他徐谭超真成了我舒家的女婿，随便拿点项目，也足够我舒家吃一辈子。池昌集团啊，那可是华侨富商孙池昌先生管理的公司，就凭你这个废物，也配接手池昌集团？你得有多大的枕头，才能做出这样的春秋大梦啊！高强，你说你给我闭嘴！高强，我求你别再说了，你给我们留点尊严行吗？好啊，既然都没有人相信我，那我也没有必要再说下去。哎，爸，下周是您生日，这一次准备请多少人？要不要大办一下？去年80岁大寿就搞得足够隆重了，今年啊，我看是这样，这生意上的伙伴咱就不请了，一家人自己庆祝一下就可以了。爷爷，既然这次咱们请的人不多，那不如咱们去铂金汉给您庆生。铂金汉那可是华侨富商孙池昌先生创办的，听说啊是天海的顶级会所。这会所呀都是会员制，只有会员才能进去。之前啊，我就托人花500万想加入这个会员，结果都没办成，而且钱还打了水漂。探长，你真能带我们进那个铂金汉会所？爷爷，当然没问题了。我哥呀，可是铂金汉的总经理。舒雅，你可真是找了一个好男朋友啊！高强，我挺喜欢你吹牛的，有下周一起啊！
爷爷，下周我们有事儿，就不来了。来，就这么定了。我的生日，舒家人必须到齐。丢脸！我这辈子都没这么丢脸过。越没本事的人越爱说大话。为啥？我看啊，你和婷婷还是把婚离了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根本就不配跟我们家婷婷在一起。我不想让爸爸妈妈离婚，我不想离开爸爸。月月不哭啊，没事儿，爸爸不会离开月月的啊。高强，这卡里有100万，你拿去给爷爷买个贵重点的礼物吧。你用点心，好好挑一挑。那礼物爷爷高兴了，咱们那顿饭不是吃的也舒心一点吗？好，你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办妥的。您好，您找哪位？你好，我找谢国义。稍等一下，我去叫他。谢国义，有人找你。不见，我说过了，今天谁都不见。谢老，是我高强。哎呦，抠老弟呀！哎呀，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？来，里面请。请。咱们2个有好多年没见了吧？小娥，去茶。好，知道了。怎么突然想起到我这儿坐坐了？实不相瞒，我今天来啊，有一事相求。这个高强一点时间观念都没有，这马上就要开席了，迟到了，要是你也不高兴了。就是，舒家其他人已经进去，就剩咱们一家人了。二叔，要不然你们先进去，我在这儿等他就行。要不我们还是再等等吧。你们先进去吧，不然啊，一会儿爷爷要生气了。你们放心，等堂姐不来，我马上带她进去。谢谢你了，谭超。那我们先进去了啊。先生，请止步。这高强是什么意思？让我们这么多人都在这等着他。爷爷，可能是路上堵车了吧？爸，今天是个喜庆的事，咱不生气吧？要不再多等几分钟？堂姐，高强什么情况啊？外面等了半天也没进来，打个电话问问是不是堵车了？堵什么车？我看他就是不想来给老爷子祝寿。今天可是爷爷的寿宴，我提前2个小时就到了。这堂妹夫也太不像话了。不可能，他怎么进来了？来都来了，你坐吧。爸，您别生气。这是清朝刘启正的《春晖图》，我送给您啊，祝您福如东海。爸，我送你和田玉狮子一对，祝您寿比南山。我让你买的礼物呢？我没买。礼物我确实没买，但是我给爷爷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。什么礼物啊？等会儿你就知道了。堂姐，你买礼物了？不着急，等几分钟，礼物已经在路上。哟，堂姐不还准备份大礼哦？好，咱们就等等看，看你这个礼物啊，到底有多珍贵。行了，不用等。高强，我看你啊，就只会吹牛说大话。高强，你的礼物呢？还有谁啊？礼物来了。各位晚上好，在下谢思邈，见过各位。谢思邈，这不传说中的国医圣手吗？没见过。我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国医谢思邈先生。我们家今天给爷爷准备的礼物就是让谢国医为爷爷免费诊脉一次。高强，你这个小丑还真能装。那谢思邈岂是你能请得到的？对啊，人家可是国医圣手啊，专门给京城权贵阶层的顶端大人物看病的。
别说趁爹，那就算当年舒家最辉煌的时候，也不一定能请得过。各位过誉了，老夫只是一介山野村夫罢了。没钱给爷爷买礼物，高强，随便花点钱找来一个骗子，就能冒充国医谢思邈了啊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是真是假？让谢国医为爷爷诊一次脉不就知道了？行啊，今天啊，我就让他诊一次。哎，高强，演技不错啊！你请来的演员得花好几百块钱吧？国医大师，有何诊断啊？心脏有隐疾，如果不及时治疗，恐怕活不过明日。二弟，今天是什么日子？你的姑爷请来一个骗子，说这个不吉利的话，怎么是想诅咒父亲吗？爷爷的身体每年都有，心脏完全没有问题，健康的不得了。老二，今天可是我的80大寿，这好女婿给我送的礼物，可真是让我受宠若惊。二叔，你是不是想让爷爷早点死，好分家产啊？不是，爸，你够了，别解释，你带着这个骗子，连同你的家人一块给我滚！晦气啊！真不会让你们来这吃饭。看看你做的好事儿，还不赶紧跟这个骗子快滚出去！好，希望你们到时候不要后悔。哎，真是一群鼠辈啊！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，老夫早就走了。谢老，您千万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他们也没见过什么世面。在下先告辞了，他日再聚。那您慢走。高强，你让我太失望了。放心吧，他们会来求我们。求我们？都这会儿了，你还在这说大话呢？我们一家呀，被扫地出门都是因为你。从今以后，咱们一家在舒家再也抬不起头来了。扫地出门是应该让他们扫地出门。先生有什么吩咐？去，把你们徐经理给我叫过来。好的，请坐等。你认识徐经理？现在旁边没有人，你还演什么呢你？来，月月，饿了没有？爷爷快被饿死了。那好，那一会儿咱们就点这里最好的菜，好不好？我们吃好吃的。强哥，好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老婆和孩子，还有我的岳父岳母啊。这是上好的鱼翅燕窝海参鲍鱼，送给二王和小王。哎呀，谢谢徐经理，您太客气了。一点小意思罢了。池昌先生已经吩咐过我了，强哥就是我们伯金汉最尊贵的客。好，徐经理，那清个场吧，我要和家人在这吃顿饭。好，强哥。爸，没想到二弟这一家为了省钱，居然找了一个骗子来骗你。哎，赶走了他们一家呀，咱们总算是清静了。谭超，那咱们就用餐吧，大家都饿了。行。哎，徐哥，爷爷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是伯金汉会所的负责人徐经理。那个徐经理，这是我女朋友舒雅一家人。不好意思啊，学长，今天会所要接待贵宾，可能您得离开一下。这什么？凭什么赶我们出去？那菜都没上齐呢。怎么能这样呢？怎么说我们也是客人吧？哪有客人往外撵的道理？徐总，怎么讲我们也是客人，你这样做生意不合适。不合适？什么不合适呀？在这间会所，我说了才算。现在，请你们离开。什么态度？我要投诉你！哥，你一点面子不给我呀？我回去告诉我爸去。我们吃好吃的。强哥，好，我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老婆和孩子，还有我的岳父岳母啊。
这是上好的鱼翅燕窝海参鲍鱼，送给二王和小哥。哎呀，谢谢徐经理，您太客气了。一点小意思罢了。池昌先生已经吩咐过我了，强哥就是我们博金汉最尊贵的客。好，徐经理，那签个场吧，我要和家人在这吃顿饭。好，强哥。爸，没想到二弟这一家为了省钱，居然找了一个骗子来骗你。哎呀，赶走了他们一家呀，咱们总算是清醒了。谭超，哎，那咱们就用餐吧，大家都饿了。行。哎，徐哥，爷爷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是博金汉会所的负责人徐经理。那个徐经理，这是我女朋友舒雅一家人。不好意思啊，学长，今天会所要接待贵宾，可能您得离开一下。这什么？凭什么赶我们出去？那菜都没上齐呢。怎么能这样呢？怎么说我们也是客人吧？哪个客人往外撵的道理？徐总，怎么讲我们也是客人，你这样做生意不合适。不合适？什么不合适呀？在这间会所，我说了才算。现在，请你们离开。什么态度啊！我要投诉你！哥，你一点面子不给我呀？我回去告诉我爸去。我是看在你爸的面子上才让他们进来，以后别什么阿猫阿狗都给我带过来博金汉，要不我就把你的消费记录交给你爸看。哎，哥，别这样，哎，一家人，算了，哎，我这走。谭超啊，什么记录？哎呀，别问了，你快走吧。他们是谁啊？好漂亮啊！春秋双花，他们怎么会在这儿？他们是谁啊？有名吗？冬春和夏秋，博金汉的高级接待，一般情况下不会接待客人，除非来了重量级的贵宾。哎，原来如此。高强，他们怎么还在这儿？喂，你们还在这儿？还不赶紧走？走？为什么要走？让你走你就走，哪来那么多废话？住手！徐哥，找死啊你！你不是让他们走吗？我早就让他们走了，他们还是来。哎，就学你！徐哥，你打我干什么呀？我都按照您的吩咐赶他们走了呀！你个没眼力见儿的东西！你知道他们是谁吗？他不就是我女朋友二叔一家的人吗？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他们是我们博金汉最尊贵的客人。啊！强哥，对不起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但我的女儿好像被吓到。雪姐，对不起，我这就把他们赶出去。什么？徐总，你刚才可能是误会了。高强他是我二儿子建林的女婿，都是一家人，都是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。是吗？那我怎么听说你把高强一家赶出来了？建林啊，你快跟徐总解释解释，咱们都是一家人，这都是来参加我的生日宴会的。哎，这徐经理，我们一家五口只是想简简单单的吃个饭，那些无关紧要的人，请出去。是，请吧。请吧，还是我叫宝。高强这小子真不是玩意儿啊！你消消气。建国，你派人去查一下，这小子怎么就成了这的贵客了？好，我马上就开始调查。我说你们磨磨蹭蹭干啥呢？赶紧滚，别在门口碍眼！哎，嘴巴给我放干净点，怎么说话的？啊，老爷子怎么说也是个董事长。哎，现在没有成功率更高的医院了。从国外请团队至少要2个，不知道舒老能不能挺得住？看来只能请中医试试了。那赶紧请啊！我已经联系了中医医院的钱老，他人马上就到。人到了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个是钱老，是我们中医医院的院长，是我们天海市资历最深的中医。钱
陈老啊，我父亲就拜托你了。不好意思，老夫也无能为力呀。病人需要行6寸针，可老夫不在，到迄今为止，老夫只能行5寸针。哎，钱老，那有人能行这6寸针吗？现在在全国来说，能行6寸针的是寥寥无几呀。可他们都在京城，他们都是专门为顶级权贵问诊，都是中医泰斗，普通人很难接触到啊。那咱们天海市有吗？听说之前的天龙殿店主医术无双，可以行7寸针，那6寸针自然是不在话下。可是，在前些年，他已经就退隐江湖，不知去向了。还有一位就是国医谢思邈。什么？谢思邈？您是说谢思邈在天海？谢思邈平时应该是在京城，可是偶尔也会到天海来。据说这里有他的故人。哎，钱老，这个谢思邈长什么样子呀？之前在京城学习的时候，我听过他的课，和他有过合照。我来找找他。哦，等等，你看这第1排就是他。这竟然是他！谢老虽然是在天海，可是我们谁都没有他的联系方式啊！你们如果想救人，赶紧发动一切人脉关系去找。病人今天就得施救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爸，怎么办？难道我们要真的拉下脸面去求高强？我去找他，不管怎么样，要把谢思邈找过来治病。好，那我跟着你去。把舒雅叫过来，让他陪着爷爷。行，周总，我们看着呢，快去吧。好。喝不了你就少喝点。你看看人家高强，喝了那么多，人家一点事都没有。高强，今天谢谢你啊。你是我老婆，跟我还客气啊？妈妈，爸爸今天是不是不用睡沙发了呀？哎，你们，哎，堂哥、大白，你们来干什么？爷爷不行了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。老爷子怎么了？老爷子心脏病突发，医生说只有谢思邈才能救他的命。高强，我们是误会了，没想到你下午请来的真的是谢思邈，但是现在老爷子就要等着谢思邈去救他的命，麻烦你把谢思邈请回来救命啊！大哥，当时你不是说谢思邈是冒充的吗？还让我们滚蛋了，你忘了？哎呦，弟妹呀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人命关天呐！咱们能不能先把老爷子的命救了再说？高强，先救爷爷吧。行吧，你们先下楼等我吧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高强，医生说了，老爷子撑不了多久了，咱们得抓紧时间请谢思邈啊！朱老头死或者不死，跟我有关系吗？你怎么说话呢？那老爷子不管怎么说，他也是舒婷的爷爷。那舒老头要把我女儿送去当童养媳的时候，他怎么没想起来自己是舒婷的爷爷？舒建国，咱们之间就没必要玩这些假惺惺的把戏了吧？你想怎么样？我确实能把谢思邈给请来，不过有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很简单，
为我跪下，可以摆个腿。高强，你不过就是一个臭卖鱼的，真把自己当人物了。让我爸给你跪下，你也配？高强，你的条件我是不会答应的。啊，不同意啊？那就没得谈了啊！高强，不管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的长辈啊，哪有我给你跪下的道理？苏建国，我记得苏老头这2年的身体挺硬朗，应该还没有立遗嘱。那又怎么样？你想，如果他现在死了，他的那些遗产就会均分给子女，就连我岳父都能捞得不少。爸一直想让我当企业的接班人，如果立了遗嘱，我肯定拿的是最多。要是均分的话，岂不是便宜你们没本事的二弟？好了，没那么多时间分你，到底磕还是不磕？爸，不能跪！你要是给他跪下，咱们这一大家子的脸往你这对，你懂个屁呀！爸，再想想办法。再想想那个石谭超，他不是厉害的，咱找他一定有办法啊！别说了。哎呀，快点吧，附近又没什么人。求求你，请谢思邈救救老爷子吧！磕吧，我给你数着，1、2、3。小畜生，救爷子就别死！99、100。爸，没事吧？高强，可以了吧？行了，走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这头也磕完了，你该兑现承诺，去找那谢思邈了吧？啊？不是，我什么时候同意要去找谢思邈了？啊？你个王八蛋！他妈的敢耍我们？耍你们怎么了？就凭你们欺负我女儿和老婆，这只是对你们一点小小的惩罚。现在，立刻从我面前消失！我跟你没完！算了，咱们走。爸，这件事儿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这臭小子他想玩，今天我就陪他玩。儿子，打电话叫人，今天我要废了他。今天要是不把谢思邈叫过来，没死。小娟儿，你这手法是越来越好了。唐总，还有更好的呢。少爷，您有什么吩咐？替我办件事，敲山震虎。收到了。这么晚喊我们过来，可是得加钱呢。放心，只要把事情办好，钱少不了你的。苏大少，要我们办什么事儿？收拾高强，那个臭卖鱼的，得罪了我们苏大少。我看他要好果子吃了。兄弟们，给我把那个废物绑了！是。哎呀，龙哥，这风把你给吹来了。想跟你们父子俩谈一谈。带走！哎，野驴子，拿人钱财替人消灾，快帮忙啊！唐爷，卖我个面子吧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在我唐龙这儿有面子吗？以后在天海见到我唐龙，都低下给老子做人。啊，是，滚！
唐爷，我们父子俩没得罪过你吧？你们父子俩是没得罪过我，但是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，我拉远一点，给他们点教训，让他们长长记性。唐爷，饶了我们这次吧！放开，放开！唐爷，高强，我还是放心不下叶月。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爷爷，这不，你俩这是怎么了？爷爷，你可得为我做主。发生什么了？快说呀！都怪高强那个畜生！我们去老二家，让他帮忙请谢神医给您治病，结果那个狗东西竟然把我们打了一顿。这废物，他又造反不成？爷爷，这二叔向来跟咱们舒家就不是一条心，高强敢这么做，肯定是二叔指使的。就是，高强欺人太甚，爷爷，咱们绝对不能轻饶他。爸，都怪我没用，没能请来神医帮您治病。这不能怪你们，老二这一家就是要活活要我的命。立刻给老二打电话，让那逆死滚过来见我。好。哎呀，昨天啊，真是长脸了，这么多年都被老大压着，现在啊，咱们终于可以翻身了。多亏我们家婷婷找了个好老公啊！这高强呀，和谢神医关系匪浅，铂金汉的经理见了都点头哈腰的。这么多年了，居然没发现那小子居然有这么大的能耐。凭着跟谢神医这层关系啊，在人家以后啊，肯定会飞黄腾达的。是。大哥的电话，快接。哎，大哥，哎，不，大哥，昨天喝多了。经理，发生什么事了？臭卖鱼的闯大祸了！高强，滚出来！爸，你找我？你说你昨天晚上干什么了？高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爸，高强总老伯伯是替咱们家出了口恶气，你干嘛打他？你马上给我把谢神医请来，去给老爷子看病。谢神医每天日理万机的，我可请不动。你，高强。我女儿给你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，现在是你表现自己的时候了。你要是还像以前一样烂泥扶不上墙，那就快吃个滚蛋！高强，爷爷的病真的不能再拖了。好，我请谢神医替我治病。哼，再吵！高强，对不起啊。干嘛要道歉？我爸性子急，我替他跟你道歉。这些年你在我们家也受了不少委屈。只要能跟你在一起，我就不会觉得委屈。喂，高老弟，事情办妥了，那就有劳谢老了。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谢老但说无妨。舒家发为国货拆墙。什么意思？啊，这个谢思淼啊，真不愧是个神医啊！他一出手，哎，您这就康复了。爷爷洪福齐天，就算没有谢神医，爷爷也能渡过难关。大难不死，必有后福呀！哎，你别说啊，这老二这一家还有点作用啊！你以为高强请谢神医真的是个有之力？爷爷，二叔这一大家子人啊，居心叵测。我爸去求他们，让谢神医给您看病。高强那个混账，让我爸给他磕了100个响头。有这事儿？这个畜生竟然如此的羞辱你们！啊，不止如此，谢神医答应给您治病啊，我是被迫拿出了集团10%的股份啊，要不然二弟呀，他宁可看着您病逝，也不会让高强去请谢神医。混账东西！我怎么生了这么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？爷爷，二叔这一家子人啊，
趁机敲诈勒索，拿您的性命做要挟，我看呀，简直是猪狗不如。混蛋！我要将这个老二彻底的逐出舒家家门。妹妹，老爷子能痊愈，都是咱们家的功劳。你说老爷子待会儿会怎么样是怎么样？咱们家以前在集团啊没什么话语，这回啊可以趁机谋取利益。那岂不是咱们家就飞黄腾达了？哎呀，待会儿进去看我眼色行。爷爷，就这么把他们赶走了，那也太便宜他们了。你有更好的办法？爸，你老没事吧？畜生，跪下！爸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跟建林是来祝贺你痊愈出院的。你们两口子来看我，看我笑话吗？哎呀，爸，您这话说的，跪下！二弟啊，我劝你还是赶紧跪下吧，要不然家法伺候了。爸，您别生气，我跪。我给您跪下。舒建林，你可给我听好了，你们这一脉和我舒家再无瓜葛，要是再敢打着我的旗号招摇撞骗，看我不敲断你的腿！哎，您这什么意思呀？您能捡回这条命，那都归我们一家。要不是高强请了谢神医，你别跟我提那废话，我听着都晦气。老爷子，是不是高强惹你生气了？那我回去就收拾他。弟妹啊，那个臭卖鱼的辱了我舒家的名声，你们要是不想被赶出家族，也不是没有办法。你有什么办法？让高强和我们舒家一刀两断，把他扫地出门，懂我的意思吧？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们把高强赶出去，我们就可以继续为集团效力了，是吗？那是自然。不过在这之前，你们在集团的职务要被撤销。好，我这就回去把那臭卖鱼的赶走。师总，龙腾集团的合同终于签了，咱们这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。龙腾集团实力雄厚，能跟他们合作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新的挑战。这份价值1亿的合同，应该足够让你晋升副董了吧？有了它，我就更有底气了。哟，小妹，这么快就拿到了龙腾集团的合同？你来干什么？1个亿的合同啊！小妹，你真能干啊！你不会是和龙腾集团的朱总在床上签的吧？朱明，你住口！这份合同呀，现在归我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还不知道吧？老爷子已经撤销了你家所有人。这个总裁的位置，你胡说！怎么会这样呢？要不是那个臭卖鱼的得罪了我，你们家呀还能享受几天好日子。可惜呀，那个狗东西偏偏要找死。书明，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你已经不属于这儿了，该滚的人应该是你。你把合同给我，我去找爷爷说清楚。你还真是给脸不要脸！施总，龙腾集团的合同终于签了，咱们这个月的努力没有白费。龙腾集团实力雄厚，能跟他们合作，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新的挑战。这份价值1亿的合同，应该足够让你晋升副董了吧？有了它，我就更有底气了。哟，小妹，这么快就拿到了龙腾集团的合同？你来干什么？1个亿的合同啊！小妹，你真能干啊！你不会是和龙腾集团的朱总在床上签的吧？朱明，你住口！这份合同呀，现在归我了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还不知道吧？老爷子已经撤销了你家所有人。这个总裁的位置，胡说！怎么会这样呢？要不是那个臭卖鱼的得罪了我，你们家呀还能享受几天好日子。可惜呀，那个狗东西偏偏要找死。书明，你现在就给我滚出去！你已经不属于这儿了，该滚的人应该是你。你把合同给我，我去找爷爷说清楚。你还真是给脸不要脸！保安，把我赶出去！
过来！婷婷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说明他太过分了。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。我说怎么大老远的就闻到了一股子鱼腥味？原来是你这个臭卖鱼的奶奶。我劝你一句，立即向我老婆道歉。还挺硬气的。我今天要是不道歉，你能拿我怎么着？你怎么对她，我就怎么对你喽。怎么敢打我？妈，那不打死他！我再说一句，向我老婆道歉。高强，你要是敢动我，我让你死得很难看。是吗？没听说过吧？这叫声东击西。道歉。你道，我道。表妹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表妹，算了，饶了他吧。你们这对狗男女，老子迟早要让你们好看。高强，你个臭卖鱼的，根本就配不上我女儿。识相，赶紧给我滚！你自己知不知道啊？你闯了多大的祸呀！你差一点害死我们一家！你赶紧给我滚吧！爸妈，我刚请谢神医治好了老爷子的病，你们这么快就想卸磨杀驴啊？谢神医要真的是你请来的，那老爷子为什么会让我们把你赶出去？现在呢，你还在说谎。上次伯金汉的事，我就觉得奇怪，你一个臭卖鱼的，怎么会认识谢神医呢？现在想想，不过就是赶巧罢了。这么说，想把我扫地出门的是老爷子的主意。这老头子还真会过河拆桥啊！高强呀，你赶紧给我滚吧，别再祸害我们一家了。婷婷跟你受了这么多年的委屈还不够吗？你难道还要害得我们家破人亡不成吗？妈，我没有这个意思啊！不要叫我妈，你不配。好，我向你们保证，3日之内，我一定会让舒家爷孙3人向你们道歉赎罪。呀，这个废物呀，哪来的底气能说出这种大话来？你把大孔闪了你的舌头！你赶紧给我走，我要再不下，走！你要是再敢来，我打断你的狗腿！舒老头子，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了。谢老，忙着呢。高老弟，我恭候你多时了，先走。谢老，您知道我要来？是啊，上次的事情还多亏了您出手啊。高老弟客气了，就算我不出手，凭你高老弟行7寸针的手段，救赎老爷子那是易如反掌。你医术通神，就连老夫也甘拜下风啊！哎，谢老，这可就是您谦虚了啊。其实我今天来啊，还有一事相求。何事？36计，无中生有。这是祛疤抗皱、美容养颜，这是美颜霜的配方。还有这个是配制成的成品。绝，当真绝了！没想到高老弟竟然有如此奇物。这件事情啊，还需要您出手帮忙。高老弟，但说无妨。其实这个美颜霜的配方是我替舒家准备的，还希望经过您的手，你明白我的意思？舒家，他们不是翻脸了吗？放长线才能钓大鱼。好，就按高老弟说的办，绝对给你办的漂漂亮亮。你们干什么？让我进去。二哥哥请回吧，老爷子也交代，你们这一脉没有资格再跟你回。凭什么？明明是高强让谢神医治好了爷爷的病，他凭什么撤销我们一家的职务？老爷这么做肯定有他的道理。你们给我滚开！我要进去见爷爷。吵吵闹闹，成何体统？哟，婷婷，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大伯，
您来的正好，我要见爷爷，麻烦您转告一声。娘娘，你是不是没有搞清楚眼前的局面？你们这一脉已经没有资格插手宗族和集团的事情，你还是回去吧。啊？为什么？我们家到底做错什么了？要怪就怪高强那个臭卖鱼的，那小子敢让我给他磕头，老子非玩死他！大伯，高强如果有得罪您的地方，我向他向您道歉，能不能让我先见爷爷？那就等到老爷子想见你再说吧。送客。大伯，苏老爷子将天天一家踢出集团，我想是你搞的鬼吧？高强，你这个臭卖鱼的还敢来，给我弄死他！舒婷，你敢带这个废物来舒家行凶，你们这一家这辈子都别想再回家族！看来果然是你，高强，你想干什么？舒老爷子忘恩负义、卸磨杀驴，都是你蛊惑的吧？你血口喷人！承认，我就打到你承认！你他妈的敢打我，你死定了！再多嘴，信不信我继续打你啊？舒老爷子，你忘恩负义、过河拆桥，今日之举，你迟早会后悔的！小畜生，你是在威胁我吗？多行不义必自毙，我言尽于此，你好自为之。舒婷，你听听啊，这混账东西都说了些什么？高强，你少说两句。我只是想给舒老爷子一个警告：人在做，天在看。我请人救你，你却恩将仇报，今日事情，他人我要你们100倍偿还。疯了！这小子得了失心疯。大言不惭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让我100倍偿还。舒婷，我听好了，你们这一脉从此以后再无资格踏进我舒家半步，除非这个臭卖鱼的离婚。舒家还真是容不下你了，苏哥。爷爷，高强，你刚才太冲动了。林家，你相信我吧。我信你，可是爷爷他……只要你信我就够了。我们失去的，一定会让舒家100倍还回来。高强，你别做傻事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不会做傻事的。这婷婷怎么还没回来呀？老爷子可说了，只有婷婷跟那个臭卖鱼的把婚离了，咱们才可以再回集团，重回家族啊！当初啊，要不是那臭丫头执意嫁给高强那个混子，咱们家何至于落到这种田地呀？待会婷婷回来了，咱们就逼她离婚。这次啊，千万别惯着她。少爷，您吩咐的事儿已经办妥了。好，那就有劳太伯了。小姐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放心吧，敢欺负你和大嫂，看我怎么收拾舒家那野孙三人。先让他们尝点甜，再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。大哥，其实要对付舒家，何必那么麻烦？我直接让二哥带人灭了他。其实我设下此局，只是想给他们一点教训，别想上来。我明白了。对了，谢神医那边我已经打好招呼了，接下来知道该怎么办吗？都打听清楚了啊，绝对可靠。我真是没言说，这是样品，绝不会有假的。爷爷，这个可是我爸费尽心思，花了高价从别人手里买来的。这玩意儿真能为人去疤痕？是真是假，一试便知。这是你找我？我记得你胸口有道疤，这个玩意儿能去除疤痕，来试试。爷爷，你就瞧好吧。真的吗？这玩意儿还真有奇效。舒家就是做化妆品生意的，有了它，舒家就如虎添翼了。哇，我们舒家要飞黄腾达了！
建国，你这美颜霜是从哪儿弄的？能不能多来些？爸，你可听说过鼎盛集团？这鼎盛集团是足以和池昌集团分庭抗礼的大财团。听闻这成立初期就融资破100亿，实力强大，资金雄厚呀。这美颜霜就是出自鼎盛集团之手，他们有意来天海开拓市场。这美颜霜就是他们的敲门砖。在天海这1亩3分地里，论起化妆品来，我舒家可是有一席之地的。这鼎盛集团来天海发展，那我舒家的生意必受影响。您先别急，您听我说完。这鼎盛集团如猛龙过江，想来天海发展，他怎么着也得拜个山头吧。而且这鼎盛集团放出消息了，说如果谁要能跟他们达成深度合作，就能拿到鼎盛集团的总代理。这美容霜有如此神效，我们舒家若是能拿到他的代理权，那我舒家可就飞黄腾达了。爷爷，我爸都已经打点好了。这鼎盛集团和谢思邈有关，而且这美容霜就是以谢神医的名义发出来的。难怪有谢神医坐镇，这美容霜有如此神效，那就一点也不奇怪了。建国，你准备一下，跟我去拜见谢神医。咱们就这么去，会不会有点太唐突了？机会转眼即逝，再不去就来不及了。谢神医，那美颜霜周家势在必得，麻烦您老替我传个话。王家当然不用，不管鼎盛集团提什么要求，王家都可以答应。二位都在啊！我看你们二位未免也太新奇了。谢神医我舒家愿付出所有的感情，只求能与鼎盛集团达成深度合作。我看你们舒家的胃口未免也大些。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。其实鼎盛集团有意和舒家合作，但是这个合作具体要怎么进行，还得要舒婷小姐来谈。朱老爷，我的话你听明白了？我被鼎盛集团的大老板看上婷婷了，舒家真是要走运了。烦劳谢神医稍等片刻，我这就让婷婷马上。那二位就先请回吧。谢神医，若和舒家的合作谈不拢，周家随时恭候，我们王家也随时恭候。臭卖鱼的，赶紧去跟婷婷办婚礼了，别再祸害我们家了。高强，你给我滚啊！别逼我动手！爸妈，我不会跟高强离婚，你们死了这条心吧。那可轮不到你。爷爷的电话。赶快去啊！说不定你爷找你有急事呢。爷爷，您找我？好，爷爷，我马上过去。大鱼上钩了。爸妈，爷爷找我有急事儿，我先出去一趟。高强，我先出去。好，赶紧去老回。你还瞅着那干什么呀？等婷婷回来，马上你们俩去办婚礼了。谢神医，这笔买卖要是谈成的话，你可就是我舒家的大恩人了。舒家恩将仇报，我可不敢当你的人。谢神医，您可真会开玩笑。玩笑？哼，老夫从不跟人开玩笑。要不是鼎盛集团点名道姓的跟你们舒家合作，就凭你们的所作所为，连老夫的门都别想进。谢神医交税的对。谢神医冒昧的问一句这鼎盛集团干嘛非得找婷婷谈合作？不该问的就别问。是。爷爷，谢神医。婷婷，来，谢神医，这鼎盛集团的人什么时候来啊？高总已经恭候多时了，咱们走。谢神医，您请。高总谈生意的时候，不喜欢陌生人打扰，
谢神医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能去。你这个老家伙，你闭嘴，老实待着。谢神医，请。是你，丁娘，你跟高总认识啊？我跟舒小姐有过一定之缘，既然都到齐了，那就开始吧。他该不会是高强请来帮我的吧？高总，贵公司打算怎么与我舒家合作呢？很简单，免费给你们授权1年。才给授权1年，到时候打响美容霜的品牌后，他们就收回授权，这是想让我舒家免费做苦力吗？高总，这种合作模式对舒家不利啊。那既然舒家不想合作，还是请回吧。看他这态度，不像是高强请来帮我的呀。婷婷，生意上的事你就别插手，爷爷自有决断。高总，我舒家就是做化妆品生意的，这美元霜的功效我是清清楚楚。现在就是这个授权数只有1年，这个太短了。那你们舒家可以一次性买断美颜霜的配方了。真的？舒老爷子觉得我在开玩笑吗？高总，您开个价，我绝不还价。30个亿买断素颜霜的永久使用权。30亿？那你能不能给我点时间筹钱？舒老爷子，你应该清楚这美颜霜的价值。30个亿，我还是看在舒小姐的面子上，换别人至少也得50个亿。我说，舒老爷子，你要是还拿不定主意，就请回吧。王家和周家的人可在外边等着呢，等他们拿到了配方，舒家将面临什么，就不用我多说了吧。买，我买，给我1天时间，我筹钱，成吗？好，就1天，过期不候。喂，大哥，事情已经办妥了。好。银行那边泰国已经打过招呼，曹会亲自引荐。我知道了。爸，集团的流动资金不到1个亿，想要拿下美颜霜的配方，万万没希望。废物！每天就去借。我舒家只要能拿到美颜霜，就能飞黄腾达了。爸，我都找了3家银行了，他们都不愿意贷款给我。30亿可不是个小数目，我舒家所有的资产加在一起，也才不过5个亿。哼，一群鼠目寸光的东西，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去想办法？我们只剩1天的时间了。爷爷，你说你身体刚康复，你就别再动气了嘛。哎，小雅，你男朋友许谭超不是挺有能耐的吗？让他想办法帮帮咱们呀。爸，你想让他怎么帮咱们？打通银行的关系，让他想办法帮咱们贷30个亿。30个亿，这么多！舒家这次能不能跻身天海顶级家族，就看这次了。那我去联系一下谭超。谭超答应帮咱们了。真的吗？舒家这次要能飞黄腾达，给你记头功。爸，这臭鳗鱼的怎么在这儿？看见他就晦气。哎呦喂，这不是我那个当水产大亨的姐夫吗？你来银行做什么？我去哪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是不是生意做太差了，来银行贷款来了？送你们一句话，叫做狗眼看人低。你他妈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我说你狗眼看人低。你超哥，这种畜生骂咱们，你赶快派人收拾他！你他妈找死！曹行长来了。曹行长既然亲自来迎接咱们，谭超的面子就是大。我听说曹行长只接待身价100亿的人，咱们这是跟超哥争光了。臭鳗鱼的，看到没？
这辈子你恐怕都无法享受这种待遇了。曹长，我是徐家，滚开！哎，高先生，抱歉让您久等了。曹长，您认错人了吧？他就是个臭卖鱼的。哎，我闭嘴！曹长，这个臭卖鱼的就是被我们舒家赶出去的废物女婿，没权没势的，你为何对他这么客气啊？对呀，你他妈也给我闭嘴！哎，高先生是我天海银行的贵客，得罪了高先生，就是得罪我天海银行。高强竟然是天海银行的贵客，舒家想要贷款，恐怕还得他帮忙。高强啊，没想到你藏得这么深呢，跟曹总关系这么熟悉啊！爸，你怎么也闭嘴！没看出来这小子跟曹总关系不一般。高先生，您里边请。你快给曹行长说说我们舒家贷款的事。抱歉，包在我身上。曹行长，那30亿的贷款，舒家得罪了高先生，我行拒绝贷款给你们。高强啊，怎么说你也是我们舒家的女婿啊？现在舒家有需要你的地方啊，哎，你得挺身而出啊！你等等，你们舒家不是已经把我扫地出门了吗？啊！只要你能帮到我们，我给老爷子说，让婷婷他们一家重新回归宗族。抱歉啊，没兴趣。爸，这废物不肯帮咱们该怎么办呀？哎，谭超，你还有没有别的办法？哼，要不然高强那个垃圾贷款的事情早就搞定了。咱们先进去看看吧，等会儿啊，见机行事。曹行长，贷款的事情啊，还希望你再考虑考虑。哦，对了，这个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舒家得罪的是高先生，没有高先生的同意，是没有人敢给你们贷款的。你们要求的不是我，是高先生。高强，我们舒家也待你不薄，如果你肯帮我们，少不了你的好处。哦，那你说说，我能有什么好处？我会给老爷子说，给你们家10%的股份，怎么样？哼，还真是个老狐狸。曹行长，舒家想办贷款，能办吗？按理说，舒家的资质可是贷不了这么多钱，但只要您开口，我可以破例。那就不用破例。你个臭卖鱼，给你脸了是吗？高强，难道你真的要断了舒建林一家的后路吗？曹长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要成为天海的贵客，至少得存上100亿资金。对呀，那废物有那么多钱吗？你在质疑？哎，不，我是怕你被这个臭卖鱼的给骗了。100亿资产，哎，就算你卖10辈子的鱼，估计连个零头都赚不到。哎呀，先别急着跳墙嘛，我又没说不帮。曹行长，30个亿可不是个小数目，至少也得需要一个担保人吧？哎，我看这徐公子就挺有实力的啊。高先生，我明白了。高先生说的没错，想要借钱也不是不行，你们舒家至少有一个担保人吧？哎，谭超啊，哎，事成之后，我们舒家就是你们许家最大的合作伙伴，有钱一起赚啊！超哥，你就别犹豫了嘛，到时候人家晚上好好服侍你。被这垃圾给坑了，但此刻帮助我舒家，对我徐家也有莫大的好处。好，我徐家做担保。超哥，人家爱死你了。曹行长，现在可以给我们贷款了吧？这徐家马上就要成为冤大头了。姐姐，舒家这次能成功的拿下美人霜这个项目，可多亏了我们家婷婷的。哎，老爷子明天要举办庆功宴，到时候会论功行赏的。那咱们重工集团是不是就有希望了呀？何止有希望啊！到时候说不定能多分几成的股份呢。哎呀，婷婷，
那你明天可要好好的给爸妈长脸啊！知道了，妈。哎，那臭鳗鱼都死哪去了？把我们家都害惨了，这是。玲玲，你赶紧跟那个高强离婚啊！他早就配不上你。我累了，先回房间休息了。哎，等明天庆功宴结束以后，我就把高强赶出去。好，听你的。你说什么？在银行碰到的出卖鱼的呢？那个垃圾啊，害得咱们差点带不下来了。要不是谭超做担保人，我估计咱这30亿啊都到不了账。这个狗杂种犯的天，迟早会收拾他的。谭超啊，哎，老夫妻舒家谢谢你了。以后我们两家还是要多多合作啊。举手之劳罢了，老爷子您不用这么客气。只是舒家这次拿到了美颜霜的配方，恐怕要成为众矢之的了。这点我想到了，所以明天啊，我请了一位重要人物。啊，你明天请了什么重要人物啊？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舒家在天海的仇家也不少，明日的庆功宴必不安宁。所以呢，我请了天龙殿殿主坐镇。什么？天龙殿主啊？不错，多亏了谢神医的引荐，我才结识了那位大人物。爸，你是亲眼见到天龙殿主了？天龙殿殿主那是何等的人物，是我想见就能见得到的。我只是结识了天龙殿主的亲卫，请他传就了请柬。如果能攀上天龙殿主，那我舒家以后在天海就是我们说了算了。小本你也还有这等通天的人脉，真是让人羡慕啊！谭少啊，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，日后我舒家飞黄腾达了，一定不会忘记许家的。那就提前恭贺老爷子了。大哥，这是舒家给你的请柬，邀请你参加明天的庆功宴。他们是想拉拢我吗？准确的来说，他们是想拉拢天龙殿。既然做局就要做全套，希望舒老爷子到时候不会让我失望。对了，让你做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都办了。好，还有一件事情，让你现在就得去做。大哥请讲。我这就是办。来了，真是晦气，走到哪都能碰见这个废物。婷婷啊，这高强是你叫来的？爸，高强也是舒家的一份子，更何况上次美颜霜的事情也有他一份功劳的嘛。什么狗屁功劳？我可听说了，这个臭卖鱼的差点把我们舒家的贷款都给搞失败了。高强，这种场合不是你该来的啊，赶紧滚吧，别自欺欺人。爸妈，你们要赶他走，那我也走。金莲，我们进去，看他们都来气。高强，你别介意啊，我会让他们给你改观的。没事儿，我都习惯了。美颜霜的事情是你帮舒家谈成的吧？鼎盛集团那个高总，我也听说过。这可都是你的功劳啊！只要舒老爷子不犯糊涂，那秘方肯定会让舒家赚得盆满钵满的。要论功行赏的话，你可是头功一件啊！行了，咱们进去吧。好。哟，高强，你还敢来呀？我有什么不敢来的啊？高强，你害得舒家差点丢了这30亿的合作，你还有脸来参加这个庆功宴？你这一无是处的废物，我看你就恶心！你们俩别太过分了。舒婷，你说你贱不贱呀？啊，你跟着谁不好，偏偏跟这个臭卖鱼的？来，睁大你的狗眼，给我好好看看。这是老爷子送出去的请柬。不可能，爷爷一共就送出去了3张请柬，每位都是名动天海的大人物，2位都已经入场了，唯独天龙殿主的那封还没出现。废物就是废物呀，不会捡来一张请柬就说自己是天龙殿主吧？他要是天龙殿主，就是天龙殿主他妈。舒家的庆功宴没资格参与。你要是真想进去的话，来，就从我的裆钻过去，我就让你入场。舒明，你太过分了！
贱人，这有你说话的？去！把给我放干净一点！好你个臭卖鱼的，你敢打我！来人，把他的腿给我打断！陆家真是好大的威风！操！你总算来了，不仗人势的东西！我根本跟你说过，高先生可是我天海银行的贵族，你敢动他一下，信不信我分分钟让你们破产呢？曹行长，您误会了，我呀是来接他。是吗？唐妹夫，里边去。高先生，里边去。高强，老子待会儿让你好看。高先生，里边请。好，兄弟啊，我们进去吧。在座的是我的家人和我最好的合作伙伴。今天呢，请大家来，是想见证一下我舒家的崛起。众所周知，我舒家花了30个亿，买了鼎盛集团的美人霜配方，从此往后，在天海，在全国乃至全世界，这美人霜的生产和销售将由我舒家一家独揽。舒老爷子真有魄力，30个亿，眉头都不皱一下。舒家要走大运了。下面啊，让我们举杯共饮，同天同庆。来，爸，天海的名门望族来了不少，而且送了不少礼物。可这天龙殿的店主他没来。是啊，像他们这种级别的大人物，可能看不上我舒家。不管他了，咱们就开席了。出门。爷爷，我呀送您一个极品和田玉如意，祝愿咱们舒家日进斗金。爷爷，孙女我呀送您海纳百川图一幅，祝咱们舒家财运亨通。来，臭卖鱼的，你今天给老爷子送什么贺礼啊？高强，你准备贺礼了吗？当然准备了。先生，这是你的东西。辛苦了。这就是你准备的贺礼，不会是从哪个垃圾堆里面捡来的吧？高强，你这个丢人现眼的玩意儿，拿个破瓶子在这糊弄老爷子，我看你是不想活了是？朱艳莲，今天这么重要的场合，就让这废物来糊弄老爷子，哎，你们家是何居心啊？大哥，这都是高达自己的主意，跟我们一家可没关系。是啊，我们已经把他赶出家门了。老爷子，你可千万不要迁怒我们啊！高强，这就是你送我的贺礼。哼，你这玩意儿做的还挺精致的。不过呀，垃圾送的东西就是垃圾。不好意思，把你的垃圾玩意儿弄碎了。哥，这破玩意儿也就只能听个响，简直就胡闹！高强，你今天把舒家的脸面丢尽了。那你们可知道这青花瓷是谁送的啊？难道不是你这个废物送的？那你们可听好了，这青花瓷是天龙店主送的。什么？你再说一遍。没听清楚？我说这青花瓷是天龙店主送的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哎，这天龙店主怎么可能让你这个废物帮他转交贺礼呢？你敢打着天龙店主的名号在这招摇撞骗？高强，你想死可别连累我们舒家！舒建林，你们这一卖还真是给舒家长脸啊！高强，胆大包天！舒建林，这就是你给我舒家找的好女婿。高强，你给我跪下！
爸，跪下！来人呐，给我把这一家赶出去！苏家人真是好大的狗胆！天龙战神，不知天龙战神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，帮您赎罪啊！哎，战神，您来的刚好。这个废物，他冒充天龙殿主欺骗我们，还请您严惩。大人，他刚说地上这玩意儿天龙殿主送的，这就是在污蔑殿主的圣威嘛！你快点责罚这个畜生！住口！这青花瓷正是店主钦点的贺礼。完了，全完了！这青花瓷乃国主亲赐，意义非凡。如今毁于你们舒家，你们该当何罪？请战神开恩，还不快跪下！哎呦，战神，那个瓷瓶是高强打碎的。对，高强就是那个程满鱼打碎，跟我们没关系。你真是死性不改！你们真当我这么好骗吗？互相掌嘴！求战神开恩，放过我一家老小吧。这只是略施小惩，如果再敢有下次，绝不行。爸，这战神都走了，你们快起来吧。高强，你个废物，害得我舒家好惨呐！啊！这花瓶是书明打碎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高强，你敢阴我，我跟你拼了！你有毛病没？还没被教训够啊？舒建林，给我带着你这一脉滚出去！爸呀，这件事跟我们真的没关系，都怪高强这个废物。是啊，爸，你可不能赶我们走啊！这舒家能拿到美颜霜那个项目，我们家婷婷功不可没。你不能把好处都给老大他们家吧？你们的好女婿，害得我舒家差点万劫不复。你瞧瞧你们俩，还好意思舔着脸管我要好处？哎，爸，婷婷马上就会和这个废物离婚的，以后他是死是生跟我们都没关系。爸，您怎么能这么说呢？老二，老爷子对你们这一脉不薄啊！哎，可今天这个废物让舒家丢尽了脸面，你觉得舒家还能容得下你吗？今日之事完全是你们自己的欺辱，跟我无关啊！你他妈还敢嘴硬是吧？舒老爷子，舒家能拿下美颜霜的项目，婷婷的功劳是最大的。之前您也答应过，会让岳父岳母重回宗族，不知道您这句话还算不算数？哼，被扫地出门的垃圾还想重回宗族，痴人说梦！滚，都给我滚！舒老爷子，今天把我们赶出去容易，将来再请我们回来可就没这么容易了。哼，还请你回来？老夫就算是死，也绝不会再请你回来。来人，把这些人给我赶出去！婷婷，相信我，将来他们一定会把你请回来。哼，高强，你把我们家害惨了！高强，我要你死！我要高家断子绝孙！少爷，谢神医来了。进来吧。是。谢神医，请。谢神医，别来无恙啊！哎呦，赵公子，您这腿被一个畜生打残的。今天找您来，就是想问问您有什么办法让我恢复。来，我先给你诊断一下。你这双腿膝盖骨全部坏死，恐怕无药可医了。谢神医，难道连你也没办法？唉，老夫才疏学浅，治不了你这腿。不过有一个人肯定可以治。什么人？天龙殿主
就是那个凭借一手华阳针法就能令白骨生肉、死人复生的天龙殿主。没错，就是他。不过人们只知道他是一个权倾天下的天龙殿主，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另一重身份——绝世神医。谢老可知道天龙殿主身在何处？高老弟跟赵家好像有一些仇怨，不能直接告诉他地方。那种人物啊，是神龙见首不见尾。不过我听说啊，他最近就在天海。你这个臭卖鱼的，还来这干什么？你把我们一家害得还不够惨吗？真是倒了8辈子霉了，还认你这么个货色！你赶紧给我滚！爸，你别消气。我怎么消气呀？要不是高强，我们一家何至于像狗一样被人扫地出门？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还不快滚！高强，要不你先出去待几天，等我爸妈气消了你再回来。好，我不会让你为难的。苏老头子要为他今日的所作所为付出的代价。你还在这说大话？你把我们一家当成傻子吗？赶紧去办婚礼了，看见你我都觉得恶心。快走吧。小心，准备下一个计划。我要让舒老爷子自食恶果。大哥，咱们什么时候动手？等我消息。大哥，还有件事，让我烧到天海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少爷，谢神医接速。我让你找的人，你找的怎么样了？找到了，高强已经被舒家扫地出门了。有些仇是时候报了。林阳，你必须跟高强把婚离了，要不然咱们家一辈子都翻不了身。妈说的对，天海这么多的青年才俊，你为什么偏偏看上那个臭卖鱼的废物？爸妈，这件事就不怪高强，那是爷爷太偏心了。不怪他，怪谁啊？咱们家就是被他害的。哎呀，原本以为拿下美颜霜这个项目，那老爷子会对我们刮目相看，这没想到全让那个臭卖废物给搅黄。这个婚必须离。别躲躲藏藏的了，都出来吧。是我亲自动手，还是你们主动交代？谁派你们来的？是我，高强。我以为你在天海这么多年赚了这么多钱，能混出个人模狗样，没想到你还是这副窝囊样。原来是你这条赵家的狗啊！怎么，上次给你留的教训不够？老子这条铁啊，就被你所赐。今天我要让你加倍偿还。上次我心慈手软给你留了这条命，没想到你还是死心不改呀！你跟你老爸那老不死的一模一样，都死到临头还嘴硬。说什么？对，就是这个模样。当年你爸死的时候就是这个模样。是你害死了我爸。是又怎么样？我今天就送你去和他团聚。你找死！都弄死他！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过来！我没去找赵家，为什么你自己跑来送人头了？放手！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什么？你想和他一起啊？星儿会放手，赵家会给你很多钱，会放手。回去转告赵启东，儿子的命我收了。少爷，高强，赵家一定会将你挫骨扬灰。好，我等着，让他们快点。大哥，赵家人出现了。赵武说：“我已经送他回去了，
既然已经知道了孩子咱爸的所有，那我就带着天龙殿众去血洗赵家，给咱爸报仇。别急，账得一笔一笔的算。大哥，你是谁？杀人诛心。杀人诛心。这样，你派人保护我妻女，我怕赵家会狗急跳墙。剩下的事情我会去办。我这就去办。爷爷，您果真料事如神，周家、吴家的人现在都在外面候着，等着跟咱们舒家合作呢。不急，让他们等着。咱们都已经拒绝了8家合作商了，但现在上门求合作的人还是络绎不绝呀。咱们舒家要发达了。瞧你那点出息，凡事得沉得住气。咱们手上可攥着美容霜的秘方呢。他们想跟我谈合作，分一杯羹，那就得看我苏家的脸色。只要不是高强这个畜生得罪了天龙殿主，咱们舒家行事也不必如此谨慎。凭咱们舒家现在在天海的地位，就是那天龙殿主见了咱们，恐怕也得礼让3分吧。爸，你说的有道理。这天海市要变天了。建国，你去告诉那些合作商，他们如果想跟我舒家谈合作，那就得拿出点足够的诚意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小明啊，跟你爸多学着点，你还年轻，这以后啊，舒家毕竟要交到你的手里。知道了，爷爷。谢老，我又来讨饶了。哎呦，高老弟，你总算来了，我都等不及了。咱们什么时候开始下一步计划呀？我这次来呢，就是要跟谢老商讨此事的。这是冰清养颜霜，功效是美颜霜的10倍。果然是好东西啊！只要此物一上市，那舒家的美颜霜就一文不值，那30亿就白花了。高老弟，这招实在是高明啊！舒家也是自作孽不可活，我给了他们很多次机会了。那高老弟，让我该怎么做呢？我想，小新，进来吧。哥，你怎么知道我来了？就你这点小心思，瞒得过我啊？哥，舒家那老东西要是知道咱们还留了一手，肯定就气死了。对了，我交代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放心吧，鼎盛集团的转让协议我早就准备好了，只要嫂子签字，他就是鼎盛集团的掌权人了。好，这是舒家亏欠你大嫂的，我一定会帮他拿回来。谢老，小新，那咱们接下来就按计划行事。明白。好嘞。从今往后，我舒家必将飞黄腾达。爸，出大事了！我不正让成何体统？坐着，喝杯茶慢慢说。这鼎盛集团又推出了一款升级版的美颜霜，功效是咱们的10倍啊！你说什么？这款冰贴脸霜一旦上市，咱们手里这一款就彻底废了，咱们舒家就彻底完蛋了。这样，我怀疑咱们会不会是被人设局陷害？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这次站台呢，还是谢神医，怀疑这个老家伙是刻意的针对咱们。我去见谢神医。都怪那个臭卖鱼的，害得我丢了工作，想到他我就来气。少华，别生气，不是已经被咱们赶出家门了吗？
经理，要不你再去求求老爷子？我可不去啊，要去你自己去。你个窝囊废，你就跟那臭卖鱼的一样，都是个废物。爸妈，你别吵了。婷婷，你打扮的这么漂亮的，又要去找那臭卖鱼的吗？妈，我去找工作。高总，爸妈，这位呢就是鼎盛集团的高总。鼎盛集团是不是就是那个把美颜霜卖给舒家的超级企业？这高总来找婷婷，那肯定有什么好事吧？那还用说吗？这同样都是新高，看看人家，再看看我们家那个窝囊。有客人在，少说两句。高总，您来找我是？舒小姐，您签下这份合同就是鼎盛集团的新任董事长。什么？高总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只要舒小姐肯签字，合同立即生效。签，肯定签。婷婷，还愣着干什么呀？鼎盛集团流动资金至少有50个亿呢，这可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，快呀！抱歉啊，高总，是无功不受禄啊。是，舒小姐啊，不，准确来说，我应该叫你申大嫂。这是我大哥的一片心意，鼎盛集团是他为你精心打造的商业帝国。大嫂，可千万别辜负我大哥的一片心意。婷婷，你赶紧把这份合同签了，你要是不签，我们就不认这女儿了。大嫂，这是我大哥给你们的补偿，你要是不签的话，我不好交差啊。高总，你放心，我们签。快，提。这就是高强曾经给我的承诺吗？大嫂，以后你就是鼎盛集团的掌权人了。高总，我叫我小新就可以了。我还有事儿，那先走了。哎，好。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啊！虽然我们被舒家扫地出门了，但是呢，高总的哥哥看上我们家婷婷了，还备了这么重一份厚礼，比那个臭卖鱼的强千倍万倍呢。婷婷，你跟高总的哥哥哎呀，建林，不该问的咱就别问。出手这么的阔绰，肯定是人中龙凤。高强那个畜生，给人家提鞋都没有资格的。就是。爸妈，其实高强他不用说了，我们都懂。那个废物根本就配不上你，赶紧去跟他把婚离了。哎，就是了，像高先生这种金龟婿啊，不多见。我先去接月月放学了。喂，大哥，事情都办妥了。好，辛苦了。但我感觉早他爸妈会对你一眼颇深的。放心，我会让他们对我刮目相看的。谢老，敬您一杯。高老弟客气了。哦，有一件事情我得跟你说一下。哦，什么事儿？赵家的赵无双到天海来了，他说是想找你帮他治腿。我见过他了。你给他治拉，我送他去见阎王，让阎王帮他治。来，喝茶喝茶。高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走哪儿都能见到你，真是晦气。我在哪儿，跟你们舒家没有任何关系。牙尖嘴利的。等老夫办完事，再来收拾。你们要办什么事呀？谢神爷，您误会了，我们找您是有重要的事要谈。我跟你们没什么可谈的，你们走吧。今天闭门谢客。闭门谢客？那这个废物在这干嘛？谢思淼，给你面子，我叫你一声谢神爷。不给你面子，你屁都不是。哦，看来舒家这是狗急跳墙了。谢神爷，
你应该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。什么目的？我并不清楚。你可把我们舒家害惨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怎么听不懂呢？你打着名医的身后，大肆宣传什么美颜霜的神奇之处，故意引我舒家入局，然后你联合鼎盛集团搞了一个什么升级版的美颜霜，置我舒家于何地？整整30亿啊！这美颜霜还没上市，就成了冰淇养颜霜的低配版，你老子跟你势不两立！当初可是你们舔着老脸要高价买断的，此事与我何干？一定是你个老东西联合鼎盛集团给我们舒家设的局，是又怎么样？要是破不了局，你舒家的后果不用我多说了吧？我说，你们要是有心思兴师动众的到这儿来问罪，不如回去好好反思反思。你个小畜生，老子说话的时候，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？唉，不可救药啊！爸，这小畜生跟谢思邈走得这么近，这个局会是他设的？不可能！小畜生，你看我不打死你！敢在这里动手，舒家的狗胆也太大了吧！爸，咱们回去另想办法，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老强，你给我等着，有的是办法，是不是？大伯，我希望你的嘴能一直这么硬。爸，那接下来咱们该怎么办？口腔的畜生，竟敢给我设局！走，去老二家，我看他怎么给我解释。老二那两口子估计把那个臭卖鱼的还当宝贝呢。好，完了，这下完了！天林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这接了个电话，怎么跟变了个人似的？咱们家要完了！说什么你？那个谢思邈，又搞了个什么新升级版的美颜霜，老爷子花了30亿买的那配方啊，现在变得一文不值。这舒家面临破产，这会儿老爷子要上门兴师问罪。凭什么找我们兴师问罪？我们已经被赶出舒家了，破产活该。大哥刚打电话说是高强和那个谢思邈联合起来给舒家做的局。看来这个废物啊，也不是一无是处。老爷子马上就到，咱得想想说辞。你慌什么呀？眼下整个鼎盛集团呢，都在我们婷婷手里，你还怕那老东西干什么？是，哎，对呀，我怎么忘了这次？爸，还有脸叫我爸？你个老不死的，你敢打我男人！你个老不死的，你打我男人干什么呀？我是来兴师问罪的。你个老不死的，我们已经被舒家扫地出门了，你还有脸来兴师问罪？舒建林，这就是你养的好老婆。老娘已经跟舒家没关系了，你还来找茬？舒建林，你个窝囊废，你跟那臭卖鱼的一样，都是废物。爸，你别跟这妇老人家一般见识。老二，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爸，就让那混蛋来我舒家忏悔，否则咱俩的父子关系恩断义绝。爸，放心，我这就给他打电话，让他去赔罪。对了，你这破衣还是早点离了吧。老二，老爷子这可是给你机会，可得把握住了。哎，好，看这高强又闯了祸，这个怎么不死未免呢？爸，到底怎么得罪老爷子了？马上去道歉，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你别再来祸害我们家了，非要把我们逼死，你才高兴是吗？会让他后悔的，也会给所有人证明我能让婷婷幸福。行了，我还有事情，先告辞了。
高老弟，慢走。小超，我交代你的事情办得怎么样？都办妥了，以天龙店主的名义拟定请柬，广邀天海权贵，在3天之后举行典礼，也是你跟嫂子的结婚周年庆。好，隐忍了这么久，也是时候证明了。高强这狗贼，杀我儿！我要把高家3兄妹造我骨扬灰！老大，姐，说屁话没有用，让别人也进来。马上去天海，我要彻底断了高家的根。老爷，听说天龙店主3日后要举办天海宴，咱们可以趁这个机会拉拢天龙店主。他的确是个值得拉拢的人。走，先去替我儿报仇。你们要干什么？苏老爷子，您好歹是一家之主呀，整天藏头露尾的，这算什么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们是来讨债的，能不能宽限我们几天？等着钱一筹到，我就把钱打给你们。宽限可以，那总得让我们看看你的诚意吧。这是你的孙女吧？还不上那30个亿，用它来抵债。臭流氓，别碰！他妈的，给你脸了！你要干什么？老东西，3天后还不上钱，我就要你全家的命！都怪高强那个畜生，要不是他在里面捣乱，咱们舒家怎么会背得成这3笔的债务？迟早要宰了这畜生！啊，出大事了！那些合作方纷纷撤资，咱们舒家这次彻底完了。你说什么？婷婷，送你的礼物还喜欢吗？你是说鼎盛集团？都是因为我，咱们全家才被赶出了宗族。我原本以为能让你帮助爷爷拿下素颜霜的项目，咱们全家就能够回去，没想到老爷子竟然过河拆桥了。所以你使了个连环计？那也是舒家咎由自取，即便是我不设局，他们也会自食恶果的。高强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怎么越来越看不透你了？婷婷，我答应你，3天之后，我一定会把一切都告诉你。那你今晚又不回来了？爸妈对我的误解太深了，我现在回去，他们也不同意啊。委屈你了？傻瓜，这说的什么话？老爷，这是天黑宴的新节，3日后天龙店主会现身天黑宴，到时候咱们可以趁机拉拢天龙店主。找到高强那个畜生了吧？找到了。好，现在就去替我儿报仇。爷爷，你可别气坏了身子呀！30个亿，这么多钱，我可到哪儿去借？爷爷，我有办法帮舒家渡过难关。爷爷，咱们家不是借了30个亿给鼎盛集团，可你知道这鼎盛集团的现任理事是谁？谁呀？舒婷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这一开始我也不相信，后来我托人查了，就在昨天，鼎盛集团的高总将集团全权交给了舒婷。那要是这样，咱们舒家就有效率，直接还贷款就行了。是啊，爷爷，反正这钱也是舒家的嘛。虽然实用蹊跷，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建国啊，这就去把老二给我喊来，现在就去。喂，高强，你这命挺硬的。你试试。很快你就会知道，想让你女儿活，就得天和有约。记住，只能你自己来，否则我可不敢保证你还能见到那个小贱种。你是赵继东。哟，下次记得来了。高
告诉你，你敢动我女儿一根头发，我会将你碎尸万段。什么屁话没有？我要让你父女俩替我而赔罪。记住，你只有10分钟时间。月月出什么事了？有人绑架了月月，你先回家，我现在去救女儿。都准备好了吗？少爷，一切准备妥当。好，高强，这你看你还死不死？赵启东，我女儿在哪儿？放心，我会让你们父女俩团聚的。我儿子的事，断了。他该死，父子俩都该死。昌宝，你爹活着的时候也没你这么嚣张。看来你们高家的人都是一样，是天高地厚。敢替我报！来呀，掐死我呀！告诉我，再也见不到你女儿了！以为我不敢吗？呀！救我！我撞死这个！月月，没事吧？爸爸，我害怕。不怕，有爸爸带。阿哥，月月交给我，你赶紧去趟舒家。舒家现在逼着嫂子调出鼎盛集团。什么？舒家还真是不要脸。月月，让叔叔陪你好不好？我去帮妈妈。丁丁啊，大伯也是为了舒家好，你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舒家家破人亡吧？大伯，鼎盛集团我只是代为管理，你让我拿出30个亿来补舒家的窟窿，这怎么可能啊？哎，你个臭丫头，你翅膀硬了是吧？你也是舒家的一份子，鼎盛集团现在是你的，那也归舒家所有。哎，更何况这个钱原本就是舒家的。表妹，我劝你还是破财消灾，不然就会大祸临头啊！你什么意思？我已经查过了，鼎盛集团成立了短短半个月不到，就已经欠了咱们舒家30亿，这他妈不是诈骗是什么啊？高强那个畜生联合谢思邈做局，诈骗30个亿，随即又把集团转移到你的名下。哼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那些肮脏的手段。看来我给舒家的教训还不够啊！月月怎么样了？放心，月月没事，我让小新照顾她。高强，你个畜生，竟然还敢来！你们明目张胆的欺负我老婆，我怎能不来？高强，识相的话就立刻把那30个亿交出来，不然我让你牢底坐穿。那美颜霜的配方是你们求着要买的，怎么现在后悔了？哼，那也是你给我们舒家设的局。你现在又搞了一个什么升级版的冰清养颜霜，害了我们30亿买的配方成了一张废纸。那也是你们咎由自取。卖鱼的，你过分了。丁丁，将鼎盛集团归并我舒家旗下，帮舒家渡过难关，我可以既往不咎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好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不客气法。高强，这没你说话的份儿。爷爷，高强是我丈夫，这鼎盛集团也由他说了算。强亮，你背着小子灌了什么迷魂汤，还胳膊肘往外拐啊！老爷子想让我们帮舒家也不是不行，只要你们当着婷婷的面忏悔道歉，我们倒是可以考虑考虑。高强，你以为你是一个什么东西啊？有什么资格让我们忏悔道歉？那你们别来要钱啊！婷婷，你太让我失望，你没资格再进我舒家的宗族。你立刻动用家法，必须惩戒这2个忘恩负义的东西。上家法！也要动用家法。高强，你完蛋了！有那个精力，你们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还那30个亿吧。还家法，你走。这2个小畜生！爸，你消气儿。小雅已经去找谭超去了，说不定徐家会帮到我们。我怎么能消气儿？那可是30个亿呀！我舒家要完了！爹，
徐总，你可真坏！小妖精，我还能更坏？徐团长，原来你一直不见我，原来我跟你在一块儿。既然你已经看见了，那我也不装了。你舒雅在我眼里不就是个玩物罢了？你个渣男，你竟然骗我！本来以为你是舒家的千金大小姐，舒家要玩完了。大招，你救救我，救救我们舒家！你想什么，我都给你。哎，还有脸让我帮舒家？我都快被你们害惨了！被你们害惨了！大招，你想什么，我都给你，我都给你。别拖了，早就玩腻了。不过呢，你想让我帮舒家也不是不行。这个是天海宴的请柬，有了这个，就可以高攀上天龙电子。别说区区30亿了，就是300亿也不在话下。哎，我可不白给你啊！你要想什么？好，我可以帮你。你要是做不到，别怪我翻脸不认人。你放心，那个贱女人该做出牺牲。爸，这接下来怎么办？这催债的人马上就要来了。哎呀，慌什么？这小雅怎么还不回来呀？也不知道徐少愿不愿意帮咱们。爸，有救了，有救了！这是天海宴的请柬，是天龙店主举办的。到时候如果咱们攀上那里的大人物，咱们的舒家危机可解。这是天海宴的请柬，可是凭咱们舒家的地位，也没资格得到这个请柬。这请柬啊，是徐谭超给我的，他说让咱们帮他做件事儿。他要做什么？他说让咱们把舒婷那个贱人。这还不简单？我现在去办。哥，这件事儿就操之过急。哎，什么办法？好，就按你说的。哎，婷婷，你爷爷没有为难你。大伯让我交出鼎盛集团的财权，用来解舒家的燃眉之急。还真是不要脸啊！把我们已经赶出宗族了，他还想打什么坏主意啊？你爷爷要是能认个错，咱们呀兴许能帮着舒家。他们做的确实太过分。对了，你跟高强的事情怎么样了？你现在可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，那个臭卖鱼的，他现在根本就配不上你啊！行了嘛，我累了，先回房休息。大哥电话。哎，好，我们这就过去。让婷婷过来就行，老爷子不想见到你们。那行，那我让婷婷过去。婷婷啊，你爷爷病重，你代表我们去看看。不许去！就算那个老东西死了，也跟我们没有关系。别听你妈，好歹都是一家人，去看看吧。婷婷，你可别被那个老东西的苦肉计给骗了。知道了，妈。我总觉得啊。是有蹊跷，有什么蹊跷？难不成他们还要谋财害命？上车吧，老爷子让我来接你。开车，别让徐少给拍照了。我总觉得心神不宁，我得给婷婷打个电话。电话没人接，不行，我得去看看。我也去，可能让老大家欺负了咱们家婷婷。希望呀，我多虑了。徐少，人呢？我给你带来了，干得不错。天海宴的请柬就交给你们了。哎，谢谢徐少。谭超，
那你可别忘了答应人家的事儿。放心，就是那个大人物不帮你们，我也会帮你们舒家渡过难关的。啊，那后面就不打扰徐大了啊。月月马上就放学了。喂，大哥，刚得到消息，老子跟徐家人打到天海大酒店。什么？徐家人这是要找死吗？阿成，帮我接月月放学，我去救你大嫂。大哥，甜甜了，昨天不是早都回去了吗？刚不是打电话说老爷子病危嘛，让甜甜过来。老二，这是在咒我死吗？爸，我不是那意思。你们两口子到这儿，分明就是盼着我死。爸呀，大哥打电话说您病危，我这不放心，就赶紧过来。滚，快滚！这辈子别想再踏进我舒家的门。你个老不死的，你以为我喜欢来你这破地方？舒家那30亿还不上，有你到时候敲老娘的时候！你给我滚！快滚！滚就滚，走。个畜生！哎呀，还是联系不上，这婷婷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那你赶紧打电话给那个臭卖鱼的。好，快！哎，这也不接电话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当然是干你呀！你别乱来啊，高强不会放过你的。跟着那个臭卖鱼的有什么好的？倒不如跟着本大少啊！哎，你他妈打我！妈的，你敢打老子，屁股搁家！住手！啊！我来晚了，竟然敢打老子！你找死！敢动我的女人，你才是找死！谁有好胆动我的女人？好呀，你得罪了什么人？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？赵继东派你来的。哎呀，你不是杀了我，赵爷不会放过你的。我不敢啊！高强，给他一点教训就行了，别闹出人命。好，就听你的。回去转告赵继东，他欠我的，我会让他100倍还回来。滚！高强你给我等着！高强，我头好晕啊！是迷药发作了，我先送你回家。哎，这婷婷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？呸！瞎说什么呢？婷婷吉人自有天相。赵强，你个畜生，你对我女儿做什么了你？婷婷迷药发作了。畜生，你竟然如此丧尽天良，给婷婷下药！妈爸，你们听我解释，是徐探长绑架了婷婷，我是救她回来的。高强，你给我滚吧！你再让我见到你，我打断你的狗腿！东西，还不快滚！婷婷中的迷药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另外3日之后，我会让你们所有人对我刮目相看的。哎呀，你个臭卖鱼的废物，还想让别人对你刮目相看？你在做白日梦吧你！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。我跟你说，等婷婷醒了，就让他们离婚。赵爷，这都办砸了。废物，一点小事都办不好，留着你还有什么用？赵爷饶命啊！饶命啊！丢到海里喂鱼去！赵爷，我求求你再饶了我一次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！你没机会了。老总，赵爷，我想死了，我还年轻，我求求你了，赵爷饶了我！赵爷，老爷，接下来怎么办？先办正事。天海宴开宴在即，只要我攀上了天龙殿主高家3兄，我不就是随手捏死？是。
舒雅，联系到他没？没有啊，一直联系不上。该不会出什么事吧？啊，小雅，天海宴的请柬都已经到手，你管他们干什么呀？啊，明日只管安心赴宴就行了。小雅，明天天龙店主就交给你了。对对对，只要能攀上天龙店主，咱们舒家的危机就能迎刃而解。小雅，明天你使出满身解数来。放心吧，我对付男人可是有一套的。哎，爸，怎么没见爷爷？你爷爷被你二叔那一家子气得够呛，现在正在养病。哎，不过你爷爷说了，等这次舒家危机一过，就把集团总大权交给我。真的？爷爷真是这么说的？不错。那我可得明天好好表现，争取拿下这个天龙店主。大哥，天海宴已经准备就绪，随时可以开宴了。人都到齐了吗？舒家人还没到，但嫂子他们家已经入宴了。好，那我也该进去了。还真是晦气，怎么到哪儿都能碰见你这个废物啊！高强，这是你该来的地方。我为什么不能来啊？啊？倒是你们舒家，好像没有资格得到天海宴的请柬。你这个废物竟然还知道天海宴这种地方，你这个垃圾有什么资格来？你个狗杂种，害得我舒家差点破产，这笔债要用你的命来偿还。好，我倒是想看看你怎么让我用命还。废物，你得意不了太久，等我们舒家攀上了天龙店主，到时候就是你的死期。算了，咱们也不跟一个将死之人一般见识。哎，看在婷婷的份上，我好心提醒你一句：急火攻心，淤血淤积肺腑，怕是活不久了。你个杂种，敢说老爷子，想抽死！高强，姑奶奶催的鬼！贱人，我早就想抽你了。就是那个鼎盛集团的高总，果然和这畜生是一伙的。再对我大哥不敬，休怪我不客气。爷爷，好汉不吃眼前亏，等咱们高攀上天龙店主，再收拾他也不迟。咱们走。我等着。哥，他们这样对你，还想找你做靠山，真是可笑自己。哎，那你猜他们要是知道我的真实身份之后，会是什么反应？我倒是有一点小期待。走了。哎，爸，来，坐这儿。舒建莲，给我坐下。我们又不是舒家人，何必这么客气？哎呀，你给我闭嘴吧你！妈，你少说两句。婷婷，徐尚让我给你带句话。昨晚上他伺候的很舒服。是吗？他难道没跟你说他已经被废了吗？妈的，就是那个废物搞的鬼！贱人，等收拾了这个狗东西，下一个就是你。高强，你来干什么呀？我来自然是来参加天海宴的呀。你一个臭卖鱼的，有什么资格参加天龙店主的宴会啊？赶紧给我滚！别在这儿丢人现眼！妈，你别说了。高强，真是混气！高强，你能不能不要缠着我女儿？你看看直穷酸样，你哪一点能配得上我女儿啊？就是，我们家婷婷现在可是鼎盛集团的董事长。伯父伯母，两位有些狗眼看人低吧？你也来参加了？那你大哥是不是也来了？你大哥已经到了。对，赶紧起来，给你高头上座位啊！你有什么资格坐在这里啊？就是，别死皮赖脸的，你跟我女儿再无可能。大哥，要不要把他们俩人清理出去？哎，岳父岳母，你们说我没有资格坐在这儿，那谁有？高总，你刚才叫他什么？他是我大哥啊。他不就是个臭卖鱼的吗？这我警告两位，再敢对我大哥不敬，别怪我给你。好家伙，臭丫头，你要
不给谁面子啊？这天海还真是藏龙卧虎，连赵继东这样的大人物都来了。赵继东，你还敢出现？臭丫头，不许你这么跟我说话！再怎么说，我也是你爹的兄弟。你爹临死的时候还托我照顾你们兄妹3人呢。小七，保护好你嫂子。她既然来了，今天就走不了。哥，你一定要替我保证。放心吧。怎么只来了你们兄妹2人？你还有个弟弟呢。今天我们斩草除根。赵继宗，让你苟活了3天，你是不是又觉得你自己行了呀？你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这天海宴可是天龙殿下举办的宴会，你敢在这里撒野，他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亏你还是老谋深算呢，你就没有想过你与我有杀父之仇，我当日为何没有宰了你？你一个臭卖鱼的，敢动我吗？那就试试看啊！高亮，你干什么？你知道赵总什么身份？你知道这什么场合呀？你想死，别连累我们！高强，你敢连累我们家，我扒了你的皮！死定了！敢对赵继东动手，谁也救不了他。听说这赵总可是天龙殿的贵客，这个简直就是在找死。没你们说话的份儿！高强，你现在是不是想弄死我，替你爹报仇啊？你有这个胆吗？这里是天海宴，是天龙殿主的地方，你敢动手，就是死路一条。我想杀你，天龙殿主也挡不住。狂妄！你以为你自己是个什么东西，竟敢跟天龙殿主为敌？赵继东，你听好，站在你面前的人就是天龙殿主。你们兄妹3人是真有意，玩过家家呢。你说他是天龙殿主，糊弄鬼呢？你可以不认识天龙殿主，但是应该认识这块天龙令吧？这是天龙令？怎么可能？这绝不可能！赵老口，你当年设计陷害父亲，不就是为了这块令牌吗？怎么，现在令牌放在你面前，不认识了？我早该想到这东西落到了你的手里。当初你爹那个老不死的还死不承认。赵老狗，当年欠下的血债该偿还了。小子，你还是嫩了点。我能来这里，你以为我就没有准备吗？天海这么多年，花了这么多钱，养了这么多人，不就是为了今天吗？你是天龙殿主又怎样？在我面前都得死！哼，你养的那些人有用的话，你还用得着来巴结天龙殿主？来人呐，给我弄死他们！你的那些人早都被我解决。看来得用杀手锏了。出来吧，你血债血偿了。谁敢打我，都得死！怎么这么强？高家的人都得死。
原来是个药人，是你，儿子，他们就交给你们了。别怕，我老鬼医接着为你续命啊！我不甘心，我不甘心了！这废话，居然是天龙殿主！完了，舒家彻底完。怎么了？都愁眉苦脸的，来参加宴会嘛，开心一点。好女婿呀，藏了狗烧，亏我还把你当钱儿呢，连我都骗。就是，我早就说过了，高强啊是人中龙凤，我们家婷婷跟着你啊，肯定不会受委屈的。是吗？我记得你们赶我出门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吧？那当初怪我们有眼无珠，我给你赔罪了。啊，对，是我们有眼无珠，让我们家的天龙快婿受委屈了啊！高强，你真的是天龙殿主？如假包换。老爷子，您就没有什么话好说的吗？高强，我真是老糊涂了，自然给您赔罪。哎，只要他肯原谅你们，我就无话可说。都是爷爷的错，原谅爷爷。爷爷，过去的事儿就不要再提了。好了，今天邀请诸位来呢，是想请大家为我做一个见证。我高强会用我这一生疼爱我的妻子舒婷。婷婷，我会让你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